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广东的失业率创下了10年的新高，街头巷尾无家可归的身影随处可见，就连身边好多朋友现在也是待业状态。你绝对想不到今年的就业市场有多么的残酷啊！有人失业数月，有人已经1年多没有工作了，大家都在拼命的投简历，但是回应寥寥。我的朋友告诉我，以前 HR 都会争先恐后的联系他，现在他投了几百份简历，大多都是石沉大海呀，偶尔有回复的也没有音讯了。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我们肩上，就是一座沉重的山。这就是凌晨5点的街头哦，为了少那几块钱，我刚刚从那个大巴车上下来，就看到这样也很心酸的一幕，就是很多人为了省100块钱的旅馆费，就活生生的睡在了这个大厅的门口外面，真的是太让人心酸了。美中关税战对中国经济就业造成的冲击越来越大了。在5一长假期间，尽管中国各大媒体开足马力地描绘出一片繁荣热闹的景象，但是在经济还算富裕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肉眼可见的大萧条正在真实的上演。在这些看似繁华的城市当中，大批的年轻人们正在经历着失业的焦虑与生活的困苦，甚至还有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够露宿街头。今天我们就随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中国最繁华富裕的城市霓虹灯下底层百姓的最真实现状。顶不住了，兄弟们啊，来东莞都5、6天了，还没有找到工作。不是说东莞是世界的工厂吗？我来5、6天都没有找到工作，然后过几天那个网贷又要还米进去哦，不知道怎么办了。晚上的话也要出来找一下工作，兄弟们啊，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怎么这些工作都才15、6块啊，兄弟们啊，工资好低啊，这怎么干啊？这里有个招维修的学徒，兄弟们进去问一下还要不要人呢？会不会？以前有做过，做过就行了。换电池这种都会，换电池都会，好可怜。中国也会一点，给多少啊？想要多少吗？你能给多少啊？你是多少吗？不包吃住的吗？不包哦。不包吃住啊？这边工作太难找了呀，兄弟们啊！才能找到一个工作。我失业了，来杭州找工作，差不多找了1个多月吧，感觉挺难的。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工作干了，25天，和我聊了一下书，我不合适吧？我已经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了，工作找不到，房租、吃饭每天都要掏钱，感觉自己太无助了，我感觉我要饿死在这里了。失业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应该是80后混得最差的一个人了，就是个窝囊废。今年39岁了，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我也不知道就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86年出生的我，从毕业就去了，因为恋爱脑，在转正考试的当天辞去了，通过率是95%的考试，是判了5、6年的转正考试呀。最后婚姻我也没有守住，我30多，大龄单身未婚，北漂失业，buff 叠满了嘛。我也考虑说要不要回老家。刚来北京的时候雄心壮志的，大学刚毕业的嘛，还畅想着自己是不是走向人生巅峰，迎娶高富帅啥的。我后来被社会毒打了以后就老实了。刚来北京那2年就怎么说呢，不甘心吧，总会觉得啊，我都在北京了，工作上有一些业绩啊，或者说自己多少有点抱负啊，或者怎么着的，就觉得我还是能在北京待下去的。之前失业的时候也都努力的找工作，但是这次的话就是投简历就没啥。说真的，我发现啊，人在极度无语的时候真的会想笑的。最近我一直在找工作啊，我本来以为是一件非常简单手到擒来的事情，结果的话呢，刷了1个月的 boss， 硬生生的是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国家一边宣扬着要延迟退休，现在各个公司各个企业呢又不招我们这样的一个大龄青年，那请问我们能去做什么？回答我。说真的，兄弟们，找了这么久的工作，简直把人给搞麻了。我原本以为深圳呢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直到我上家公司倒闭了，没干了，结果我去找工作，发现了压根和想象的不是一回事儿。
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干主播的，2、3年的一个时间呢，都是从事着同一份工作，所以的话呢，我以为以我的能力和经验再去找一个同样类型的工作，应该是手到擒来，非常简单。结果发现真的不是这样啊！1个月的时间的话呢，投了很多家公司，很多简历，发现很多公司不仅仅挑你的工作经验经历，挑什么呢？他还挑年龄。更有些公司的话呢，挑你的性别，搞得人真的是挺无语的。我现在连一个2500块钱的工作都找不到了。是的，没错，就是2500块钱都找不到了。刚刚去面试完，现在刚回来。去面试的是那个商场的理货员，然后到了他就问了一下我的年纪，然后问一下我家小孩多大，家里有没有人帮忙带，还问了偶尔加班能不能接受。感觉他问这么多就是怕我请假吧。然后说了一下理货员的工作内容，说了这么多，工资2500，还不交社保。真的是无语呀！然后他就让我回来等通知，不用谈，没戏了。这2500的工资都轮不到我，我知道什么原因，就这样子吧，我都回来了，5·1过完了再继续找吧。在中国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不少在北上广深找工作的年轻人都在大吐苦水，表示现在就业真的太难了，连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也出现求职难的问题。有网友说，我是2025届的文科硕士，从去年秋招到今年春招，一直到4月份左右，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份工作。简历投了大概是8000份，秋招招聘会都去了，但是毕业却找不到工作。我看这里，龙华汽车总站，深圳。高足的雨。兄弟们，来深圳快半个月了，5·1也过完了，今天5月4号啊，今天礼拜天，但是我也看了一下手机上，好多厂都是还是要女的，要么就是工价很低，17块、18块，也不包吃，特别低。你知道深圳现在有多少人失业吗？没有找到工作的，那些待业的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深圳的现状啊，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太相信，但是你现在出去转一转，你也会发现，现在很多深圳的这种空铺啊、店铺都在贴着转让，都没有人打电话问了。你可以看一下，像我们之前经常去龙华的那个华润万家的那个小吃街那一带，一整排的写着空铺转让，那么好的地段都是闲着没人租。现在很多的小公司呢，陆陆续续也都倒了，大公司呢，很多也在降薪裁员。就去年说要来买房的我那个客户，进去公司都8个月时间了，竟然说被裁员了，现在买房的事也要耽搁一下。你说现在最饱和的是什么？可能就是属于外卖员和网约车这2类了。在广东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滞留，98%的厂已经爆满了，而且还是女士优先。特别是啊，现在的深圳、惠州很多厂都时不时停招满了。那我们的男孩子呢，千万不要盲目的过来，一旦来了的话呢，就可能会滞留。那滞留的结果就是几天都找不到工作。这几天的吃和住你该如何解决？目前的情况是，如果你完全不挑剔的话，可以过来；但凡挑剔一点的话，就可能面临滞留的情况。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如果你还想找个高工价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广州与深圳过去有许多大厂进驻，为当地增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让深圳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3大城市。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战不断的升级，外企撤离，大批公司企业倒闭，深圳经济现状远不如以往，更出现大批失业人员露宿街头。不知道谁发明了早上好，也不知道他早上好不好。反正我早上起来我是痛苦的，睡都没睡够还早上好，难搞啊！起来打工啦！哎，这里是广州，这里是广州的桥洞，这里不是旅游景点，不是户外，这里都是送外卖的外卖小哥，还有在外面的打工人，在这里他们不用交房租，也不用交电水费，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开支，为了养家糊口真的不容易。兄弟们，有谁能明白他们？有谁能理解他们？这里也有很多失业的人跟流浪人。这就是现在打工人的现状。
年龄大了，找厂没人要，有家不能回，回去交不了差，在外面想找个事做也找不到，只有以大地为常。兄弟们，出来找工作找了1个月了，我现在找工作找不到啊，只能进厂1天就干不了，太累了，兄弟们，我现在兜里面就剩100块钱了，怎么办，兄弟们？我现在就只能睡在公园里面。你是为啥混到流浪的？我年轻的时候考到北京一个985大学，那个时候户口要迁到学校去，然后一迁呢，我老家的宅基地就抽掉了。前2年在城市里又失业了，我现在就没地儿去了。你还上过大学啊？计算机、历史、马克思主义原理随你问。知识改变命运。过2天可能也要睡公园里面去了。现在工作也没有，前2天在厂里面干了几天，出来了，差不多钱也快花完了。可能过2天要准备找个公园，去那里睡了。真的没想到，第一次来深圳，混的这个屌样。为什么到这个年纪了，真的感觉自己好没有用。欠我2个月的房租，到现在都没给，好意思再住下去吗？啊！快点走！根据官方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但青年失业率达到 16.5%， 就业市场持续低迷。五一期间，不仅没有招工热潮，反而出现大量招聘岗位临时撤销的现象。高盛集团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加征的 145% 的关税持续，中国将有大约是1000万至2000万的就业岗位面临着风险。浙江的天上不会掉馅饼。现在浙江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到处都是人山人海找工作的，浙江的工价已被压到了连生活都成问题的境界。在温州、金华、义乌一些地段，甚至达到1、2块钱1个小时，1个月3、4千还不绷持住的情况都出现了。所以说，请大家不要扎堆往浙江跑。今年湖北那个湖北的那个，今年湖北4万我就够了。大家说，现在的社会这事都怎么了？流浪街头的人没人管，普通人失业了没人管，生病了去不起医院没人管，给老板打工，老板卷钱跑路了没人管，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买房子付了首付，却成了烂尾楼，还是没人管。吃的食物各种添加剂没人管。可是呀，普通人买辆2手电动车，却有人关心起了他的安全了。今天查查戴不戴头盔，明天查查上没上牌。3亿人失业，9亿人负债，一半人在拼命，一半人在认命，一半人在抢时间，一半人在躺平，一半人在燃烧青春，一半人在虚度年华。我们何去何从？谁能说得清？大家现在都是什么样的状态？面对现在的艰难局面，很多人开始对中共政策不满。有一位江苏网络商人祝先生就说，生意不好做，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意。最近坐火车旅游，听到到处都是骂共产党的声音，那是坐着聊天，因为挣不到钱呢，政府腐败呢，全都体现出来了。所有人都知道反腐是反的不听话的官员。也有大陆博主发视频说，老百姓现在是越来越难了，普通人摆个地摊不交管理费，马上就有人来关心。可普通人生病、失业、流浪、受骗、生活困苦的时候，政府却根本就不管。你知道现在到底有多难吗？身在驻代这一行，我才真实的感受到，倒闭、降薪、失业这些真实的现象，在新闻里几乎看不到。你能看到的永远是炫富的朋友圈、名牌包包和高档消费，真正的现实早就被精心屏蔽掉了。即便你现在在体制内或者大企业当个小高管，也别以为稳了。大裁员、降薪潮才刚刚开始，体制内降薪，国企事业单位裁员，实体店倒闭都不是个例。工厂停招，人均负债10几万，这不是危言耸听，是赤裸裸的现实。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